那这个其实都是我们面部老化的一个真相。其实眼袋不是只有老年人的专利，有些很年轻的人也会有眼袋的困扰。健保养就靠医美学。大家好，我是普运整形外科诊所院长张子倩医师，这里有最实用的整形新知，也有最潮流的医美趋势，陪你一起美丽升级，自信满分。子倩医美学上课喽！相信很多人都有眼袋的困扰，突出的眼袋再加上凹陷的泪沟，不仅让人看起来衰老，更会让人失去自信心。今天这集就是要来带大家破解眼袋手术的迷思，告诉大家如何正确选择眼袋手术，抗衰年轻10岁哦。首先，我们先来认识眼袋的类型。其实眼袋不是只有老年人的专利，有些很年轻的人也会有眼袋的困扰。第一个类型是水肿型的眼袋。那水肿型的眼袋，它可能是因为本身的代谢循环比较不好，导致一些水分积聚在眼袋。它可以透过饮食的控制，加强身体的代谢，它就会消掉。所以这个只是看起来像眼袋，但它其实不是真正的眼袋。那第二类型就是所谓的遗传型的眼袋，比如说他很年轻，可能国小、国中就会出现眼袋的情况。那这种很可能就是遗传型的眼袋。那这个遗传型的眼袋可能跟眼周部分的脂肪比较多，或是眼眶骨比较浅是有关系的。第三种类型就是所谓的泪沟型的眼袋。有些人他其实眼袋不是很大，但是他的泪沟很深。在泪沟很深的对比下，就会觉得眼袋的地方好像凸凸的。那这个常常也会合并，比如说苹果肌比较凹陷，也常常发生在眼眶骨这边是比较凹陷的族群。那第四个就是最常见的老化型的眼袋。我们随着眼周的老化，那我们的皮肤啊、筋膜啊、韧带，它其实都会有产生松弛的情况。那我们的筋膜松弛之后，其实我们的眼袋的脂肪它就会倾向于往前凸。那这个其实是我们在诊间最常遇到的一个眼袋的类型。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眼袋手术的案例。那这个女士的话，她其实就是有比较深的泪沟。那同时因为年纪慢慢变大，胶原蛋白流失的关系，她的苹果肌也产生有凹陷的情况，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假沟。那这个其实都是我们面部老化的一个真相。那在做了眼袋的移位手术跟苹果肌补脂的手术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她的眼袋不见了，而且泪沟也被补平，那甚至苹果肌也变得比较饱满，有一个中脸提升的一个效果。那其实比起来，瞬间就年轻了10岁以上。我们现在坊间常见的眼袋手术类型，大致上可以分为2大类，一个大类就是内开式的，另外一个大类就是外开式的。内开式的手术其实它还有细分成内开抽脂还是内开的移位手术。以往比较流行的是内开的取脂手术，可是其实现在我们会发现，因为随着我们年纪的慢慢变大，我们本身的胶原蛋白就会流失。子倩医师的做法是用一个内开的移位式的眼袋手术，那它主要的优点是把眼袋的脂肪往下拉，让它补在泪沟的部分。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拉下来的脂肪，它其实是带着血管来的，所以它存活率可以达到100%。通常我们额外补的脂肪，它会有存活率的问题。那存活率一般是7%到8%。那这样我们的其他身体部位抽出来的脂肪，只要补在比如说泪沟不够的地方，或者是苹果肌不够的地方就可以了。那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外开式。传统外开式的话，它会破坏到我们的眼轮匝肌，所以它术后会有一些暂时性或是永久性的眼睑外翻的风险。现在子倩医师采用的是一个复合式的眼袋抗衰的手术，那它其实是一个分龄客制化的概念。我们会依据每个客人不同的年龄、不同的皮肤松弛情况，甚至是泪沟深度，或者是苹果肌凹陷的程度，那还有皮肤松弛的程度，做一个客制化的一个规划。从眼袋的内移位，甚至再加上外切皮，所以我们的复合式的眼袋抗衰手术，它其实针对于整个下脸部甚至中脸部的老化都做了一个改善，所以其实是一个 CP 值很高的一个手术。
有些客人问我们说，那我可以把玻尿酸打在泪沟，让我的眼袋看起来不明显吗？其实，当你的眼袋很小的时候，那泪沟没有很深的时候，你打一点点玻尿酸或许可以解决你的问题。但随着眼袋越来越大，泪沟越来越深，你可能需要比较多的玻尿酸。可是这个时候，会产生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们静态没有表情的时候，其实它是很平整、很好看的。可是当你一笑起来的时候，再加上肌肉的用力，你的眼袋会往上跑，等于是你的眼袋上面会凸起来，泪沟的地方会有另外一条毛毛虫，因为这就是你补的玻尿酸。所以基本上你的眼袋的程度如果在中等以上的话，其实就不建议用单纯的玻尿酸填补的方法去治疗它，因为它会让你笑的时候就会露馅。针对于电波能不能除眼袋这件事，不管是电波或音波打在眼周的时候，它的深度其实都没有很深，所以我们的眼袋是在肌肉层的后面，所以它的深度其实是不足以去改善眼袋，它只能增加我们皮肤的紧致度。其实常有客人问我说，这个眼袋手术完我到底可以撑多久？一般的情况下，大概都可以撑个8到10年左右。如何延长我们这个眼袋手术它的效期呢？比如说，我们可以定期的施打眼周的电波，它可以提升我们的眼周的紧致度，那避免胶原蛋白的过度流失。那我们也可以从我们的生活习惯或是饮食着手，减少抽烟、喝酒，不要熬夜。适当的使用眼霜，因为其实我们的眼周是没有皮脂腺的，所以它很容易因为干燥而产生一些细纹。那这些干纹久了之后，它可能就会变成比较深的一个细纹。所以一些浅的干纹，我们就是可以用擦眼霜去预防它将来变成比较深的干纹。有眼袋困扰的你，在看完这集之后，相信一定对于眼袋手术的选择有了更多的了解以及认识。那子谦医师要提醒大家的是，在选择眼袋手术的医师或是诊所的时候，不要一味的只比较价钱，而是应该要选择优质以及专业的医师跟诊所，这样才能让你在你的求美路上多一层安全与保障哦。先保养就靠医美学，我们下集见哦。